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。煮汤圆不要再直接下锅了。吃汤圆是元宵节传统的习俗，也是一种具有特色的食物。但是很多朋友在煮汤圆的时候，不是露馅就是破皮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煮汤圆的正确方法，这样煮出来的汤圆不破皮不露馅， Q 弹软糯又好吃。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吧。现在我们吃的汤圆都是从超市里购买的速冻汤圆，而这种速冻汤圆在制作的时候，为了防止汤圆之间互相粘连，所以表面都会沾上一层薄薄的糯米粉。如果煮汤圆的时候没有将这层糯米粉洗掉的话，那么汤圆放在锅中煮，糯米粉就会溶于汤中，所以汤汁自然就会变得粘稠。我们将准备好的汤圆放入大碗中，吃多少就放多少，然后往里边加入适量的清水。我们在煮汤圆的时候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将速冻汤圆放到清水中浸泡30秒左右，这样既可以去掉汤圆上面的糯米粉，又可以给汤圆解冻，让汤圆提前吸收水分。汤圆被软化之后，在煮的时候就不容易破皮露馅了。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时间不能超过1分钟。30秒之后把汤圆捞出来，水分尽量沥干一些。先将它放入盘中备用，接着往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将水烧至底部冒小泡泡时，往里边加入1勺白糖，用勺子搅拌溶解。煮汤圆的时候，水中先加入白糖，在白糖溶解之后，水的粘稠度会变高，就可以避免水沸腾得太剧烈，避免汤圆破裂。在水似开未开时，这时候下入汤圆。煮汤圆最让人头疼的一件事，莫过于汤圆破皮露馅。好端端的汤圆硬是给煮成了一锅粥，那么这好端端的汤圆为啥会破皮露馅呢？我总结出了以下几种原因。原因一，速冻汤圆没有提前用清水浸泡，汤圆没有被软化，所以煮汤圆时，汤圆短时间受热膨胀，将汤圆撑破皮。原因二，煮汤圆时，锅内的水沸腾得太剧烈，汤圆在锅内就会受到冲击，互相乱撞，发生粘连。同时沸腾的水会将汤圆外部先煮熟，而汤圆内部却还是冷冻的状态，所以此时汤圆就会煮夹生了。所以在煮汤圆时，外部煮软的部分就会发生脱落，溶于汤中。此时汤汁不仅变得浓稠，汤圆也会煮不出完整的形状。原因三，煮汤圆的时候没有搅动锅底，当锅中水温上升之后，汤圆外部会被软化，所以很容易粘锅底。如果我们没有及时搅动的话，那么汤圆就很容易破皮。煮汤圆一定要记住，既不能用凉水，也不能用开水煮。开水下锅煮汤圆，汤圆容易外熟内生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煮夹生了。如果用凉水煮汤圆，汤圆在水中浸泡时间过长，就会有很多的糯米粉析出，溶于水中，水就会变得粘稠，汤圆口感也会变得黏软，没有任何嚼劲，一点都不 Q 弹。等到锅中水烧开之后，需要及时点水，就像我们煮饺子的时候，需要淋3遍凉水。点水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水沸腾得太厉害，而是控制锅中水的温度，让汤圆受热均匀，不会被煮夹生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 like，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美食多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
就辛苦你帮美食多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等到汤圆漂浮在水面上时，说明汤圆已经熟了，此时就可以捞出来了，将它盛入碗中。出锅之后，我们可以往里边加入一把枸杞，可以点缀又有营养。这样一份香甜软糯有嚼劲且不混汤的汤圆就做好了。看看这个方法煮出来的汤圆，个个圆溜溜，不破皮不露馅，Q 弹软糯又香甜，真的是好吃的停不下来呀。总的来说，煮汤圆的关键就是用温水煮，当水烧开之后，要及时点凉水，控制锅内水温，因为若是用沸腾的水煮汤圆，汤圆外部会先熟透，但是内部却是冷冻僵硬的夹生状态，所以此时汤圆外表就会在滚水的作用下发生糊化脱落，汤汁就会变得浑浊。点凉水就是为了控制水温，让汤圆内外受热均匀，成熟度也是一致的。喜欢吃汤圆的朋友不妨收藏起来试试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